2026年3月24號，以色列驻联合國大使達農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掏出手機，放了一段防空警報聲，然後把一個倒計時鐘轉過來，對着所有人說：每當真主黨來發射火箭彈，以色列人就只有15秒逃命。你想象一下，你家裡有3個孩子，你只有15秒跑向避難所，你先带走哪個呀？ Madam President, let me share with you the reality we are facing on the ground in Israel today. When Hezbollah launches one of their rockets, and it happens almost every day, this is what Israelis hear. When you hear this siren, you have 15 seconds to seek shelter. Think about that for one moment. 15 seconds. Imagine you are at home. You have 3 children. Which one do you take with you first? Do you go back for the others? Do you carry your elderly parents? What if you are outside now? 15 seconds. That's it. 確實讓人挺揪心啊，好像以色列人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掙扎呢。怎么像在联合國講台上想用這15秒賺取全世界的同情？可我就想問一句，你們給了加沙的孩子們多少秒啊？給了貝萊德的孩子們多少秒啊？你們轟炸伊朗米納布那所學校的時候，又給了那100多個小女孩多少秒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2023年10月7號以來，加沙已經有超過67173人喪生，其中14歲以下的兒童超過2萬人，2萬個孩子，他們別說15秒，連1秒的反應時間都沒有。去年9月19號，在加沙工作的澳大利亞女醫生錄了一段視頻，他們說隨時可能死在那裡。其中有個醫生說，他接生了一個懷孕9個月的孕婦，那個孕婦的頭部已經缺失了。這就是達農嘴裡那個以色列的現實對面加沙的現實，那裡70%到80%的病人都是婦女和兒童。這些孩子不是在什麼15秒倒計時裡跑向避難所，他們是在睡夢中，在課堂上，在母親的懷裡被從天而降的炸彈直接帶走的。還有黎巴嫩，聯合國兒基會的一個官員說，黎巴嫩的戰爭每天都要殺死或者弄傷整整一個教室的孩子。去年3月2號以來，光是在黎巴嫩就有103個孩子被炸死，326個孩子受傷。103個孩子，按每個教室坐25個孩子來算，整整4個教室的孩子沒了。那個達農在那兒表演15秒倒計時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些孩子的家長，他們聽都沒聽說過有倒計時這麼個東西？今年2月28號，美以對伊朗的聯合空襲炸了米納布的一所女子小學，監控視頻後來被公布出來了，10幾枚導彈連珠炮一樣往下砸呀，砸中的不光有學校，還有遊樂設施、文化中心、醫院。最後確認身份的是120個學生，全是小女孩，還有教職員工和家長。最慘的一家祖孫3代4口人絕戶了。這些孩子最大的也就12歲，最小的才7歲。達農問人家3個孩子你先帶哪個？那這120個孩子呢？他們的父母有這種選擇的機會嗎？二戰的時候，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亞瑟·哈里斯說過一句話：納粹帶着一種天真的幻想進入了戰爭，只有他們能炸別人，而別人不能炸他们。這話放今天送給達農大使再合適不過了。以色列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防空系統，鐵穹在那兒攔火箭彈，自己還能開着 F-35去炸別人家的學校和醫院。輪到自己的老百姓被炸了，就跑到聯合國哭訴只有15秒。輪到加沙的孩子被炸了，就變成了精確打擊或者誤炸。這跟亞瑟·哈里斯嘴裡說的那個納粹有區別嗎？那幾個澳大利亞女醫生在視頻裡最後哭着說：求求你停止這恐怖與驚駭。
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可能隨時会被下一发炮彈炸死。而達農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樓裡，安安穩穩地按下他的倒計時鬧鐘，演繹出苦情戲。15秒，這點時間不算少了，至少比加沙那些孩子在廢墟下最後喘的那口氣兒長多了吧。